米切尔研究所指出，资金不足的美国空军可能无法战胜中国，这是真的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美国米切尔研究所发表报告声称，数十年的空军资金不足威胁着美国的制胜能力。美国空军相对支出的下降、战术飞机数量的减少和年龄的增加，为现代化建设和新飞机提供资金所面临的前景不明，正让美军失去战胜中国的能力。这篇论文的作者是美军的退役军人，包括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和前空军上校马克·冈辛格。那么他们都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呢？首先，美军飞行员的训练时间大幅度减少。1990年，美国空军飞行员平均每个月的飞行时间大约在19小时左右，而到了2021财年，现役部队的所有类型的飞机的平均飞行时间为每个月10.1小时。美国飞行员的训练时间已经下降到了冷战时期苏联飞行员的水平，远远少于中国、印度或一些欧洲国家的飞行员。第二，美国空军的飞行员严重短缺，目前大约缺少2000名空勤人员。第三，其作战飞机的数量严重下降。米切尔研究所的论文指出，目前美军轰炸机的数量仅为1990年的1/3。美国空军现在有2176架战斗机，相比之下，中国空军及海军航空兵拥有大约1700架战斗机。米切尔研究所的论文指出，就美国空军的装备数量而言，其最低点很可能会发生在2027年，也就是中国准备统一台湾之年。考虑到中国几乎肯定会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冲突地点，其飞机和飞行员的数量绝对是可怕的。第四，美国空军的预算不足。米切尔研究所的论文断言说，美国空军的预算长期落后于海军和陆军的预算。他说，在2002年至2021年，陆军和海军分别比空军多获得了大约1.3万亿美元和9140亿美元。2022年的美国空军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强大，如果减去测试、训练和其他资产后，拥有的战斗机数量大概也就是1420架。而这1420架战斗机也不是能够随时出动的，因为还有一个完好率的指标，因此他们能够及时执行任务，以应对海外军事冲突的数量将减少到975架。而在以中国的战斗中，并非所有的这些975架飞机都可用，因为大约80%的美国空军战斗机现在已经超过其设役寿命，并且只有大约24%的机队是隐身的，或者是能够以最佳方式适应现代空战的。这两位作者指出，解决美国空军所面临的短缺，将需要在通货膨胀调整的基础上增加3%到5%的年度预算。但是美军还有这么多的国防预算可用吗？就算大幅度增加了国防预算，能够分到美国空军手上的钱到底又有多少呢？即使是美国空军得到了他想要采购的新的战斗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够顺利地退役掉那些以 A10为代表的老旧飞机吗？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能够同意吗？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评价这几位美国专家所自称的美国空军已经无法战胜中国空军的结论呢？他们说的有道理吗？可以说有一定道理。美国空军的作战飞机确实是到了青黄不接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三代的 F-15、F-16 的战斗机已经用了几十年，都到了要退役的阶段了。而刚刚进入投产阶段的 F-35隐身战斗机，由于测试工作没有完成，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因此无价大楼始终没有批准
该型机全数生产，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一一替代掉那些即将退役的老式战斗机。当然，这只是问题之一和之二。问题的第三个方面，美国空军确实缺少经费。那么有人说，美国的空军的军费已经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空军，为什么他还缺钱？是因为美国的产品非常昂贵，这又和它供应链不齐全密切相关。当然，这份报告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向美国国会要钱，因此他们才会哭穷。美国空军的焦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谁造成了美国空军的焦虑呢？毫无疑问，是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